日本的出云、加贺，这都是属于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已经变成了航空母舰，就是它有一个贯穿性的甲板，底下不是船坞，是这种直升机或者飞机的机库，它主要是以舰载机来作为作战手段的。那我们看日本，显然它发展的是变成了航空母舰。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卫东。最近呢，有些网友朋友给我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怎么这个日本的出云级一会儿说是航空母舰，一会儿说是直升机母舰，一会儿又说是直升机护卫舰，这到底是什么舰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其实呢，这个出云级的这个舰艇呢，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它的叫法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同呢？首先，当日本建造它的时候，把它说成是直升机护卫舰，因为这个日本在建造它的时候呢，已经这艘舰艇是2万多吨的排水量，就是排水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建造的过程中呢，它就是一个贯穿性的甲板，就是飞机特别是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飞机，可以在上面进行起飞或者是着舰。那么如果搭载成直升机呢，当然这个就有5个就是起降点，可以同时4、5架的直升机在这个舰上进行起降。但是呢，日本说了，它受和平宪法的这个限制，它是不能发展这种进攻性的力量，是不能发展这种航空母舰的。所以呢，它管这艘舰艇叫做直升机护卫舰。但是在它建造的初期，或者在建造的过程中，包括服役以后，国际上的这个权威的比如像这个检视作战年鉴或者其他的一些权威性的发布呢，都是把它归纳为直升机母舰，因为这是标准的称谓就是 helicopter carrier， 就是搭载直升机的航母。你像这个英国的海洋号的这种舰艇，就是跟它不相上下的，或者是执行同样任务的舰艇，但是人家称呼的时候就是直升机母舰为什么呢？因为它底下是机库，搭载的是作战用的直升机，那么同时呢，贯穿性的甲板，它有多个，比如说4个到5个，甚至于是更多的直升机起降平台，可以把装备人员从直升机直接往岸上进行投送，把这些兵力向岸上进行投送，所以管它叫直升机母舰。那么后来呢，日本呢就管它叫直升机母舰。但是当这个美国的前总统特朗普就是访问日本的时候，他有意识的就是让他上这艘这个直升机母舰，并且说呢，我们希望就是购买美国的短距起飞、垂直降落的这种 F-35战机，这样呢就可以搭载这个 F-35战机呢进行这种登岛、登陆、对滩头阵地进行打击的任务了，而且可以航行的更远。那么这样的话呢，美国的特朗普参观了日本的这个出云以后呢，就默许了，因为你这个新闻报道是不但日本的媒体报道，美国的媒体也在报道，其他的媒体也在报道，都是称其为小型航母就是 aircraft carrier都是这样的。那这样的话呢，美国总统上了日本的航空母舰，那显然这个对外传递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美国允许日本发展航空母舰，所以呢，情况就发生了一个变化。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实际上就拥有了航空母舰，但是按照航空母舰的这个分类呢，一种是核动力航母，就是它动力是核动力的；还有一种呢是常规动力的。那日本的出云、加贺，这都是属于常规动力的，但是呢，它已经变成了航空母舰。之所以叫航空母舰，就是它有一个贯穿性的甲板，底下不是船坞，是这种直升机或者飞机的机库，它主要是以舰载机来作为作战手段的。那我们看日本，显然它发展的是变成了
航空母舰。那么这个航空母舰呢，在日本改装的过程中呢，有了这样一个变化，就是由于它搭载的是 F-35B 这种隐身的战机，因为这个它要短距起飞或者是垂直的降落，它的尾喷口的尾焰温度非常高，可能达到接近2000度的高温。那你这个一般的甲板就会被这个高温烧蚀那么它加载了一些就是减震的钢垫，还有呢就是它的这种防高温、防烧蚀的这种措施。这样的话呢，这种飞机就可以在这上起降了。所以我们看就是它的这个变化，从日本自己称的就是直升机护卫舰，然后变为直升机母舰，实际上呢，它已经变成了小型航母，因为2万吨、3万吨的这个常规动力的航空母舰呢，叫小型航母。那么像4万吨到6万吨左右的，这都叫中型航母，或者是说这个到5万吨的，这都是中型航母，再超过去就叫大型航母了。所以我们对日本的出云级的这个航空母舰就明白了，就是它的称谓上的变化和实际上它的作战的能力。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